这本古泉女诗，剧情最曲折离奇，必须要带。这本《木下还魂》中有木叶生与好友的生死约定，也是不能少的。哎呦，平儿，不是，哎，你这是进京赶考啊，还是去读话本啊？我参加科考就是为了进大理寺，追寻木叶生的脚步。若是少带2件冬天的棉衣，或许还能装几班。哎呦，罢了！明天呐，师傅给你雇辆驴车啊，把你喜欢带着都带上吧啊，都带上啊！大人，您找我？想办法，在寒元殿安排我们的眼线。您是决定要？大人，属下斗胆说一句，我们即使冒最大的风险，也只能在外围一试。但接下来您要做的，更是难上加难。我知道，无非是螳臂当车，匹夫撼树。但这世上，总有螳螂和匹夫。我明白了。大人，张平来了。张平，你可想好了？正是因为想好了，才来找大人的。战报，诸卿都看过了吧？南洞侵入岭南东道，劫掠3州，我朝百姓死伤近万，至少3万流离失所。可南洞仍不厌足，继续向剑南道烧杀抢掠，简直欺人太甚。如今形势已是不进则退。圣上三思，南部边防空虚，守军大多老弱病残，久疏战阵，一旦交战，我大庸不占优势。可惜王太尉告病，满朝望去，竟无敢战之将。圣上，臣愿代父出征，马革裹尸，在所不惜。王侍郎一片赤诚，忠心可嘉，但领兵打仗和查案刑讯是两码事，切不可意气用事。圣上，20年前战败，各府州县元气大伤，朝中已是损兵折将，青黄不接，不可再战了。那我大庸便继续绥靖，任南洞肆意欺凌，置边陲百姓于不顾吗？眼下南洞无非是想要增加岁贡，何谈可解燃眉之急？何谈？今日割5城，并日割10城，然后只为得一息安寝。
圣上，圣上，心系社稷百姓，乃大庸之幸。然行军打仗，并非一日之功。况且西北还有蛮族虎视眈眈各藩镇，也是暗怀鬼胎，狼子野心。万望圣上三思而后行。如今之计，只有和谈一条路。臣服矣。你们。皇帝莫要逞一时意气，和谈不是上策，却是唯一可用之策。倘若岁贡可以解决，为何还要打仗牺牲？母后，皇帝，莫再要一意孤行了，安排下去吧。是。查得怎么样了？镜湖先生那边依旧没有线索，但含元殿传了信来，应熙公公正在备车，并且贴身的随侍，不管是当值的还是不当值的，今夜都被排了班。如此说来，太后是要出宫了。她要去何处？我们的人进不了内殿，也只能打听到这些了。光天化日，尔等肆意逞凶。难不成莫文要将我拿去刑部发落？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动刀子？送我一条，就当赔罪了。多谢王大人给蓝某将功赎罪的机会，速送王大人去刑部。莫文，可还是为了今天朝中的事而烦闷？南境水深火热，我朝却还想着苟且偷安。我生于堂堂太尉之家，不能为国分忧。别去。这柳太傅与太后向来不睦，今日却难得站在了同一阵营，可见已成定局。当今天子尚不能扭转，又岂是我等能改变的？正因如此，我才深感有心无力啊。本来想着让你陪我去半月楼痛饮几杯，可谁想，牡丹阁让人给定出去了，扫兴。莫文可是没有报上自己的名号。报了，给多少钱都没用。大人，刑部到了。告辞，王大人。裴志，酒改日再喝。好。撤。以莫文和他父亲的地位，连贾老板都敢服他们的面子，如此人物，朝中屈指可数。而其中又爱去半月楼看戏的，只有那一位了。您是说？今夜我们也去趟半月楼。蓝大人，贾老板，蓝大人，请。大人来了，怎么也不知会一声？今日约一好友小酌，不想被打扰。小的明白了，大人今天需要的是私密。大人，请。你这今夜倒是热闹。刚上了一出新戏，大人来的真是时候。大人请自便。
太后自镜湖先生出现之后，一直深居简出，此时只是为了看场戏而出宫，未免太过蹊跷。的确蹊跷，除非他有别的目的。那我便在此处盯住牡丹阁，观察太后有什么异常。我去查楼内的情况，看是否有可疑之处。旭东，你配合张平。是，大人。这位客人，请问文竹桌怎么走？这实在太大了，我找不到。多谢。刚才发现一个可疑的人，腰间别着一把金雕虎头的匕首，那是金无畏的兵器。金无畏，对。戏马上就要开演了。天地初开，痴儿怨女。外面可有异常？太后进门时，身边确实一个侍卫都没带。太后常出宫看戏，每次除了应熙以外，也会带数名禁武卫。为何这次异常？不是没带，而是乔装打扮，混入了看客中。那为何不把禁武卫安排在雅间内？还是说别有用意？蓝大人这边什么情况？也是有些奇怪。太后看似沉着，但应熙明显紧张不安。不知流云那边情况如何？他人终被拆散，天国一方。大人，我发现对面戏台飞檐之上，有一人手握金弩，一直对着太后所在的牡丹阁。那弩机体型粗壮，力道能穿墙凿壁，也是金武卫的武器，但不轻易动用。那就更能确定，太后知道自己有危险，有备而来。人间地狱，逃去胡飞。太后今夜绝不是来看戏的，倒像是要设计对付什么人。但以太后的权势，究竟是什么人，需要她以身犯险？是他，镜湖先生。既然他已经针对太后，想必知道太后就是摩罗村案的始作俑者。今天他把太后引来半月楼，难道是要复仇？今夜有仙人来点火，祝二人回到人间，携手言闲。
人在那牡丹芳丛中，唤起说呀，牡丹国中的伤兵。不说牡丹签藏起来了吗？我明明叮嘱了呀，可是被签的人毛手毛脚，小的这才疏忽了。你等老夫人怪罪起来，谁都跑不了。别今年河川吃素，明月夜，行于君风。文武常盼君一物，久不知万里飞鸿。一别数年，我以纸鹤传你一封书信，与你今夜于此处相聚。这文武场上，指的就是戏台；这万里飞鸿，大概指的就是血雾毒药。大人的意思是，那南陵或许就是镜湖先生，目的就是让太后登台。倘若太后不同意，便像唱词里说的，让这半月楼万里飞鸿。还不下来呀？小世子，你现在不能过去。但先帝之修炼试水，趁权贵未知，快快逃离！这是怎么做的？太神奇了！是啊。人呢？大人莫急，大人莫急，这是安排好的。你往那边看。地狱历劫，重回人间，从此红尘阡陌，任你双飞。人呢？
你来，大人。大人，这黑绸掉落之时，他们应该迅速从这儿下去。别废话，打开。下去看看。这个地道有几个出口？就那边一个出口。从这边进来，等那边跳完舞，就从藏着的出口出去。芸娘，还有气。哎呦！这放回避干嘛？这有人上来吗？没有啊。太后不在下吗？快叫人去找啊！哎，你不是那个张平在此设宴谢师，不曾想遇到此事。曹将军，不妨让张平也帮帮忙。太后，您这去哪儿了？我看着那纸鹤，咱就说这不能去。空空，将军。末将仔仔细细搜了一遍地道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这不可能啊！这好好的一个人，你说他能去哪儿啊？刚才大伙都在那看着呢，啊，那黑木脱落，那影子消失，那他就是下去了。恐怕已经不在楼里了。杨老板，太后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找你没完。果然是这样，在跳舞伶人的引导下，大家都以为太后和南陵女灵从这边戏台下了地道，会从另一边出来。可实际上，南陵进了地道，将女灵迷晕，再带着太后原路返回，从后台出去了。因为有屏风的遮挡，所以根本不会被人发现。你是说，他趁我们还在关注看客区的时候，就已经从后台把太后给带走了？是。将军，这边有人。还有气。看来最后一场戏的南陵被凶犯顶替了，估计前人早就做好了手脚，一切都是有备而来。坏了，太后的马车就在后门，方才我们在地道里寻找，耽误了时间，现在恐怕已经……马车呢？我那边去了。闪开！太后的马车。周荆轲。就是这儿，在后面。太后。太后，您可得挺着，千万不敢有什么事啊！您要有个三长很明显，这是一个法阵。什么法阵？熊副将，
这是什么？这碑上还有字。岭南秘境，有村摩罗，水之清波，山之嵯峨。蛰伏念念，只待今日，手刃仇敌，痛饮狂歌。大人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镜湖先生这次为何在众目睽睽之下绑走太后，还在骤禁科搞出这么邪性的事儿？坊间都已经轰动了，都在讨论太后是如何被镜湖先生用大变活人的戏法绑走的，还险些被烧死。朝中已人尽皆知，他这一次的动作，未免太大了。目的是什么呢？或许他就是要昭告天下，太后即是他的目标。很有可能。只可惜我们迟了一步，让他得逞了。如今他要重伤，想要再找机会给他做镜花水月，弄清真相，也不太可能了。你先别急，我觉得镜湖先生在骤禁科留下的信息，似乎要传达什么。或许是与当年那段秘辛有关。把它弄清楚，或许摩罗村案，我父亲的旧案，镜湖先生的复仇，也就水落石出了。只是这个法阵，到底有何意义？我趁还记得，把法阵中的图案画了下来。骤禁科出事前，常为宫中施展祝由术，虽已荒废多年，但或许还藏有一些与这法阵相关的典籍。那我们今天就去看看，碰碰运气。嗯。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？20年前，骤禁科首领还是玄机。当年一场法事中，蛊毒泄漏，骤禁生全数身亡。此后，这里便被查封了。玄机死后，我曾来看过，但当年的卷宗却不知去向。哎，小心蛊毒！都已经过去20年了，就算是古城，也活不了这么久。小心总无坏处。大人快看，图案一样，应该就是这个法阵，但上面解说的文字有些古怪，看不出是哪里的文字，拿回去研究吧。走，走。
蓝大人，你难道残衣上有毒？大人，我们快走，快走！蓝大人，蓝大人，你怎么样了？大人，大人，既然醒了，把这剩下的半碗药喝了吧。那位先生说，如此才能将毒性彻底清除。那位先生，哦，是一位姓辜的先生，就是他将您和张平送回来的，还给您诊了脉，配了解药。姓辜。哎，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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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儿？不知啊，看您服了药，人便离开了。可留下什么话？并没有，是我疏忽了，我去找他。不必了。或许我知道去何处见他，未曾想，已经10年了。走吧。我不写喜联，也不画年画。兄台的字好漂亮。这诗也是你写的？若阁下真想买，我给你便宜一些，10文钱一幅。千金之字，却遭此厄运，可惜。阁下打的是什么疾风？明年秋闱，兄台必然高中，到时候这些字画，即是千金，也是难求。兄台的字乃大开大合，随性超然之象，可兄台的诗，却都是七言律诗，就像牢笼里的枷锁，将兄台的笔力笔意全部困于其中，真心真性也难以施展。想来最适合兄台的，不是律诗，
而是古诗。好比这一句，若烧条二字改为昆仑西来绝嫣然，便更符合兄台的笔意。若真得高中，我恭贺兄台。只是难免为这被困住的真性情而扼腕。既如此，就当是我占了兄台的便宜。等等，这幅字我不卖了。我的确曾以此题写过乐府一首，还请兄台雅正。昆仑西来绝嫣然。敢问兄台高姓大名？毕姓孤，名清章，字书林。我自幼敬仰竹林七贤，还曾透过父亲的酒，跑去竹林饮酒作诗，击剑而歌。后来，要为赴翻案，必须走仕途，我不得不研究儒学，治史，禁锢自己。没想到初次相见，他竟看穿我本心，人生一世，难得遇到这样的知己。能够将您看穿的人，的确少见。总之，相识之后，我与书林便成为好友。自家中突逢变故，那是我最为自私的一段日子。10年前，思贤书局是京城士子最喜聚会之所，众士子在此既可谈论诗文，交流学问，又可广结人脉，打探科考的消息。乐天兄，此诗文质彬彬，实属佳作呀！啊，佳作！蓝某也读过一本奇书，乃是阮籍的《大人先生传》，行文清丽，纵情肆意，毫无雕琢。我等不屑与你为伍。而我是罪臣之后，平日便受人冷眼，在那样的场合，便是屡遭排挤。书林，闲着无事来书局赏月，这么巧，佩芝也在。你也看此书？如此其父奔放酣畅，又肤美清逸，为何不读？想来佩芝也是喜欢的吧？风和日丽不可辜负。书林若无旁事，可愿与我同行？自然愿意。只是仅对坐清谈，岂不无趣？不如去湖边上玩吧。那天我们在湖心发现一座陋室，浮于湖面山水间，推窗便是湖光掠影。我俩便一起将它租下，住了下来。我与他出狱时，也曾和他一起纵酒狂歌，赏花游船。但秋未渐近，我心中还是计划着这件大事。那些堵在我门口想要送礼结交的士子，想必你也见过。当年的我，正如他们一般，想要结交权贵，探听考官的喜好。
裴之，你的行书已经写得炉火纯青，为何要练这方正小楷？今日偶获指点，我的字写得太浮，需要多练小楷和小隶，方能精进。何人作此评价？书法大师孙尚书。胡闹！他喜欢方正小楷，就要天下人都写小楷不成？裴之啊，裴之，你这是在把美玉丢进油锅，朽木砍成棺材。裴之，裴之，裴之，裴之。书林，对不住。裴之，其实我知道，孙尚书除了是书法大家，也是金科主考官。可以你之才，大可不必如此，依然能榜上有名。这世上之人有千千万。谁都不可能面面俱到，处处迎合，反倒得不偿失。在书林面前，我一直自惭形秽，所以便决定以眼前为重，暂时疏远他。那后来，也罢。烟消云散，一了百了。那年科试之后，我才惊闻阅卷官的顺序调换。我本已将文章变得朴素严谨，谁知新换的阅卷官竟然最喜清新俊逸之文。我顿感绝望。我用仅剩的银钱买来酒菜，将耗子药下在了杯中。裴之，谁料当晚，多日未归的书林，竟来到我们的令屋之中。裴之，以你之才，就算文章写得朴素严谨，即便不能名列三甲，榜上有名，还是唾手可得。裴之，岁岁不济，金科落地，大不了下回再来。他知道我心情不好，特意来开解我，但我那时决意赴死，什么话都听不进去。我原以为就此一了百了，谁料
第二天被刺目的阳光惊醒，树林已不见踪影。没想到我命运多舛到如此地步，竟然连买了耗子药都是假的。但后来，大人还是顺利入仕了。因为刘尚书突然暴病，不能阅卷，我的文章就由原本的孙尚书查阅，终得以选为探花，入朝为官。所憾者，为是树林当时的不辞而别和杳无音信。既然大人身体已无碍，我就先告辞了，回去想想案子的事情。大人早些休息。张兄，你考完的忙什么去啊？成天没个人影。这吃个饭都魂不守舍的。陈超，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？啊？这谁记得清楚啊？哦，好像是有人说，西川郡来了个世子，脾气古怪，不怎么和人说话。我突然碰到，就打了个招呼，处着就出手了呗。那得多熟才能成为知己？大声喝茶。知己吧，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有的人当了一辈子朋友都成为不了知己了。我们算知己吗？我们，我们算，当然算了。大人还在犹豫，要不要去见那位顾先生？总归要见，何必举棋不定？裴之，10年过去，人事易变，却不想这花一如当年，依旧繁盛。还记得那年我们一时兴起，趁着捕鱼老翁熟睡，偷了他的山板油壶，才在这湖中心发现了这间小屋。当时你我划船落荒而逃，其实被他发现了，赔个不是就算了，也不知道我们在跑什么。裴师，你这领悟来得也太迟了。你还记得？我自然记得，
当时你总不带钥匙出门，几次被锁在门外，这还是我的主意。竟跟当年一模一样。这入室后，我装潢稍好，便将此处给买下来了。如此陋室，当年也是因为便宜敬意才租住，为何刻意买下？当年在这里美好时光弥足珍贵，买下屋子，权且是个安慰。10年过去，不知那坛酒还在不在？10年前，你我一起埋下，约定殿试后共饮。竟然真的还在。喝吗？喝，不醉不归。你找大人何事？我想问问蓝大人，采叶茶怎么样？我叫大人去见人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先在这儿稍等片刻。嗯。淑莲，你当时为何不告而别？我当然并非无告而别，只是身体突然抱恙，不得已离开。我记得你身体一直康健，当年冷湖求泳，连风夜宿，你都不曾染过疾，为何突然抱恙了？是急症。淑林，你没说实话。陈年旧事，何必再提？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，想着若有一天可以和你重逢，一定要问清此事。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吗？自然记得。当时我以为要落榜，便大醉了一场。那时我便看出你决意要赴死，所以情急之下，我将你我2人的酒杯调换了。我饮下毒酒，后来看你醉了，我便佯装出门，将毒酒呕出，又立刻去寻了郎中。虽说脱离了险境，但无法治本，留下了顽疾。那你为何不告诉我？我见你如此难过，怕你再徒增烦恼，所以便选择一个人离开，想将这顽疾慢慢治愈。你真是糊涂！
这些年，我也寻遍了解毒之方，已将自己的毒性慢慢清除。也正因如此，我才与这些花草木叶结了缘，习得了些医术。不然也无法为你配出解药。可见世事自有它的机缘。树林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你我真心相交，引为知己。当年你心中郁结，应该告诉我的。我身负着罪臣之子的枷锁，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科考入仕，为赴翻案。不将各种缘由告诉你，就是怕连累了你。黑石，我懂。怎么睡着了？好饿。张平，这么早？张平，我来引荐一下，这便是我那位旧友，姓辜，名清章，字淑林。这位是张平，幸会。淑林饱读诗书，又懂岐黄之术。张平，你如果在这方面有什么不懂的，大可向他请教。对了，你来寻我，可是案子有什么进展？还没进展，所以我来问问您，那张残页查怎么样了？那上面的字十分艰涩，我查遍古书，逐字对照，至今仍难以成卷。我倒是珍藏了几本古传旧书，或许会帮上些忙。既然如此，有劳淑林了。张兄，哎，张兄，张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见你彻夜未归，便猜到你在蓝府了。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快跟我回家去啊！我还要喝蓝带茶呢。先把案子放放吧。真是的，什么事都不上心。你说这个世上真有声音十分相似的两个人吗？肯定有啊。哎，你关心这个干啥？赶紧跟我回家听好消息去。张兄，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啊？你先别着急呀，你看看我今天都给你做了什么菜。蛋啊？那你想想，为什么是蛋呢？不知道。因为蛋是圆的呀，这就叫状元宴。你等等。张兄，你进殿试了。马莲因为作弊被除名，你11名顺延补录变成了第10名。这皇榜，大街小巷贴的都是，我就撕了一张拿回来留作纪念。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你得好好把握。吃了这顿，
明天殿试你定能博个头名。可是我不想参加殿试。啊？这是问题出啊？我参加科举，本来是为了追寻木叶生的脚步，但如今看到陶大人的样子，我已经不知道要不要入仕了。占平，哪个世子不是寒窗苦读，吃了多少苦才能来到京城？如果有个补录的机会，谁不是感激涕零？你说放弃就放弃，你可曾想过我们这种落榜士子的感受？陈超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既然这样，那你状元院你也别吃了，反正你也用不上。好心当做驴肝肺。张平，当初我见你痴迷长安，性情刚直，想极了当年的我。可现实如此，换做你是我，会怎么办？舒林，你来了。你后脑生双目不成？怎知是我？在我府里直来直去不听传的，只有你。不对，还有那个张平。藏了什么好吃的？难道是？果然是栗子。哎，当年不识栗子，塞了一大包，又灌了凉茶。这怕是我一生的笑柄。被栗子撑到要吃消食药的地步，你也是我见过的第一人。大人，张平，快来！来得正巧，你不是也爱吃栗子？想必你又是为了残章而来。程序虽无突破，但今日有新的一出，你来读读，看是否有新的线索。怎么了？是否有心事？憋在心里，容易肝气郁结。不妨说出来，好好疏解一番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每年秋冬之时，咳得会严重些。吃2天药便好了，不妨事。